3、2、1，踩。我用 D 哈，我不要用美诺哈。100。Hello， 大家好，又是 Ed 的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兵，只是 B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经过上次我试驾 Joseph 的 Toyota Vios 1.5E 的之后呢，哇，那个反应真的是还不错，因为上山真的是很棒啊。试驾 Joseph 的 Vios 之后呢。OK， 够了，不要再踩了，够了。经过我试驾 Joseph 的 Vios 1.5E 之后呢，另外一个 Joseph 看到了，他又来联系我，你要不要试驾 Toyota Yaris 1.5G 的？今天他来了 Pre-facelift 的，但是其实 Facelift 跟 Pre-facelift 的差不多了，他就是改了一个车头好看一点的。坦白说，这个车头的话没那么好看，因为自从新的出了之后 ，LED 头灯，哇，这个好像化了妆的美女一样啊，这个就是还没化妆的美女。我很久以前租过 Toyota Yaris 上山的那个是租的 condition 不是很好。哇，它那个操控让我惊艳到，哇，你就是这样子烧而已，然后没有太多的那个侧倾。经过这辆车改装了之后，我觉得更加厉害。我们去看看这辆车改装了什么。但是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Let's go。Toyota Yaris 呢比 Toyota Vios 少了一个280mm 的轴距，所以它比较短了一点，大概2550mm 左右。操控肯定会比 Vios 来的好啦。Vios 呢虽然没有说有 TNGA 在里面，但是我发现到它有那个精髓啊！哇哦，上山的时候那侧倾哦，很神奇，没有这么多，而且它会很顺利带你过弯，它只是偏推头而已，觉得很好驾。尤其这个 Yaris 这辆车呢，其实是有 IG 的，你们可以去关注它的 IG， 多多关注它，拍更多的漂漂亮亮的照片给你们看哦。车主呢发了一大堆的这个改装物品给我们看，小的东西我不多说，那我们来说一下重要的东西。先说一下这个轮圈，这个轮圈是来自于 Koenig 的16寸轮圈，配搭着 Westlake 的 Sport RS 205/45R16。我不敢说它是 semi-slick， 但是我驾过这么多辆车用的这个轮胎来说，经济实惠又好用。干地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抓地不输给 PS4， 虽然价格比 PS4 还便宜啦。WP 的4活塞刹车卡钳，配搭着 WP 312mm 的刹车通风碟，有带切线的。WP 是好东西，只是说它的那个刹车皮呢会选择性会比较少一点啦，大概1根半手指的高度，因为是用着 BCV1 的脚牙避震。弹簧方面是用着 Swiss Spring 6K200，前面后面大概2个手指的高度，也是一样205/45R16。只要你买上 G-Spec 以上的 Yaris， 拥有着后刹车卡钳。车呢也是拉了一些8左右啦，那个我就不多说。你们想看多一点的资讯，可以点击下面的 description， 比如说什么 Polymer 的 Bush 啊等等的哈。排气管方面是一个4/1 Stainless Steel 的一个 header， 刻字化了一个24寸的 resonator，Fujisobo 的 muffler， 所以它的声音怎么样呢？我们去打着引擎看看就知道了啊。后座空间我不讲了，因为车主后面放了东西。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啦，我没讲话，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基本上这辆车也换了2张椅子啦，这个是来自于 Recaro 的 Semi Bucket Recaro SR3， 隔壁那个是 Recaro SPG 的 Full Bucket， 内饰我应该不多说了啊，跟 Vios 差不多。哇，后面的尾箱空间很大一下哦，比我的预期中更大呀。主要是这辆车可是没有加过任何的电板，也没有经过 remap， 因为这款车呢要 remap 是没有的，包括那个新款的 Vios 也是一样。旧一代那个呢就可以加了一个 CVT cooler 的sensor在前面，它是可以读到 CVT 的温度的。Push start。方向盘呢是可以调整上下，不能前后哦，比较可惜的地方。挡挂呢也换上了一个头 ，TRD 的 Aluminium。CVT 的5段变速箱，它有 Manual Mode 加减7速的模拟换挡。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声音不错哈，还不错，很凶。这个相信它就是读 CVT 的温度吧。哇 ，Auto Dim Rearview Mirror 嘞，我觉得车主是换了吧。哦，黑色的顶 ，Eco Mode， 还有 Sport， 我先用 Eco Mode 吧，等下上车会用到。还有 Traction Control Off， 头灯高低调整，打开引擎盖。那这副引擎是来自于跟 Toyota Vios 一模一样的 2NRFE 的引擎，拥有着107匹马力，还有140牛顿米的引擎动力。虽然输给了 CD， 但是只要它提速了之后呢，它的动力还是不错的。这是我驾过，主要是它操控好啦。这里有一个 Front Strut Bar， 看到没有 ？K&N 的 Air Filter， 没有错的话的，这个就是电压平衡器啦。我要讲驾车哦，老板送你啊！我讲驾车，怎么你拆掉？果然驾车。老板，是时候了。哦，你是看到我之前试驾 Joseph 的车，你才联系我的。他也是有问我们一起出来嘛，刚好第一次那轮下雨，
有一轮下雨也 cancel 的嘛。哦。OK， 所以啊，我对这个 Yaris 啊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我之前有试驾过一次啦，虽然那个是一个租车，胎压的 condition 也不是很好，用这一个烂轮胎，但是它的这个操控表现呢，让我非常惊讶到，我对它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它的车径没有这么大，没有很多，但是它的过弯表现非常的好，而且车色很稳定。只是偏推脱，就是这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干脆的车，它不像那些车啊，会让你过啊很怕，这个不会怕的哦。哎呀，哇哦 ，OK， 我今天的坐姿有点低哦，这是我记得我试驾过 Nick 的那个那个什么 MyV 之后啊。哇，那个是真是有史以来我坐过最低的车，那个真是第二辆，就是这个了。OK， 那坐进来的话，这个 BCP1 会感觉到，也是一般上我们坐过这样的，它过动还是有咚咚这个缺点的声音。不过，哦，这个是多硬啊？你调到？前面30个 click， 不过我 rebuff 过。哦 ，OK， 更硬了。然后后面的话比较软一点。后面也是 rebuff 过，不过原装 spring。哦，诶，其实这样子加起来，我还可以接受到啦，只是说这个 package 就哈，你拿来 daily drive 多少辆车？对。哇靠诶，你可以接受到这个，那你这辆车买回来是新车到现在啦，你应该是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啦，Toyota的话。没错。啊。然后加起来也是多给车啦，也是经常上云顶的。最主要就是它的 CVT cooler 要有。那一定很多人会问啦，哎 ，Adrian 如果改 CVT cooler 是不是会 void warranty？ 正常来说一定是会的哈，所以你们就阿嘎一点啦哈。但是你改下去有一个好处啊，就是 CVT 呢，它永远保持着冷却的话呢，它的这个寿命也会增长，而且你跑山路的时候，或者是你经常系列驾驶的话哦，它对于你的这个车的性能也会有所帮助，因为它一直在冷的情况下嘛。如果它一旦热起来的话，它可能会 cut power 啊，是怎么样的哈。我是没有东西好讲了的，它是一个很轻松驾的车，包括现在你看我的油门虽然是一个 eco mode 我关掉了哈，喂，马上那个力水就动力就来哦，有没有啊？哦 ，exhaust 要到3000转之后就开始有一点声音了哈，然后顺驾驶还 OK 的。只要车个悬挂改硬了之后啊，你会听到很多开始杂音来呀，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这个是 CVT cooler 的表是吧？安装之前跟安装之后啊，你有发现到它的温度啊有什么不同吗？平时这样之前没有cooler这样上，应该到清水 temper 左右，你就觉得那个 CVT 的 oil pressure 开始跌了，那个 whining noise 会比较大声，比较明显嘛。但是我驾到这样多辆来讲啦，原装车它还是可以上到，它还不会 cut power 的哦。长远来讲，不是好驾车的人，是那个脚有点不听话。是。如果是 highway 有一个 speed， 不会讲塞车呢，不会超过80，塞车也不会超过85，就顺加都是60-70。改了这个方向盘之后也是一个好，因为它原装是不能拉出来的，它只能上下而已。这样子对于我们现在跑山路来讲，这个刚刚好。只是说你的方向灯呢，你就是要这样子咯。啊，说你那个就是加长了咯，加出来了那个 extension 会比较麻烦一点，它有时候会早顿一下。我新车拿回来，如果每一轮 refill， 每一轮满缸440左右，现在400。平均油耗为10.7 km/L， 而且刚刚我们是还在高速公路飞小飞车了一下。不过这个胎噪耳其实蛮明显的哦，很大一下哦。越新越吵是吧？新胎更吵。Westlake Sport RS。不过你看啊，它一开始低速下来的话呢，这个 Westlake Sport RS 还是有一个声音的，嗡嗡嗡嗡。这个就好像我们坏 bearing 或者是那种有什么 RS4 胎压全部都会有的 B730啊什么的，直接上到 Sport 哈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3、2、1，踩。我用低哈，我不要用manual哈。100 ，OK， 终于做到100了，要不然给人家挡着就。OK， 来4000转，走起。用踩完的哈，你这大概其实 CVT 有一个驾驶技巧的，你踩到完，直接踩到完下去呢，跟你顺踩的其实是一样的，没有必要一下子把它踩到完，你把它只要维持在一个4000转左右呢，它其实是蛮好飞的一辆车。哦，它的过弯真的是不同去哈。
诶，我感觉到它过弯根本是毫无压力，刚刚已经是百试过那个弯了的，没有任何的侧倾，也加上这个椅子的帮助，支撑性也是非常的好。不知不觉已经上160了，真的。我感觉到那个车没有这样飘哦，如果是原装，因为它太舒服了哦。哦，我喜欢这个 brake 的声音诶，它那个刹车盘的关系。哇，这个爽，这个太爽了。原装车因为它是偏于舒服啦，所以它的车会左右这样子浮动啦，然后尤其是 Vios 比较严重，是前后这样子，太软了。所以如果这样改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好很多哦。而且它的刹车比原装好太多了，我只需要轻轻的点一点，那个力道很平均，它不会全部那个刹车的力道都往前冲。OK， 我们又遇到练头哥了，没有办法了。顺这样子踩也是 OK 的哦，这样会玩油门啊。哇，那个 CD 真的是很快哦，120匹，我们107匹，它145个牛顿米，比我们高了5个牛顿米，所以我很好奇它上山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今天特地要来挑战我们的，你知道吗？OK， 来我们百试过这个弯，我很有信心了，讲真的，我加上去。百试过弯，哇，完全毫无压力，侧倾也没有什么，完全就是靠着这个脚牙避震啊，还有它的轮胎做起作用。你上了这样多次多给哦，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屁股是听话了还是不听话的这样子？偏会带走少少，因为通常我上都是换 traction。对于我来讲啊，我驾原装的时候哦，我没有换 traction， 我觉得它很听话的，而且它的 ESC 的这个控制来讲，它不会一下子给你踩刹车，它就是会亮灯而已，哒，然后就看 power 一点点，然后它也不会一下子像86啊，还是我驾的那个叫什么车来着啊 ，Rus 啊，或者是 Rush 啊，你过一个弯啊，它踩那个刹车，你自己会吓一跳。M4、M5。你看它升档跟降档也是很快，然后我放在 M6 就是不会因为我的踩放，看它的这个浮动啊，上下不是很大的哦。我很喜欢它的降档跟升档很快哦，因为然后类似你叫的 DCT 啊，然后你有改 exhaust 的话哦，它的声音也会比较好听一点，至少它会换挡，你知道。如果你是那种 CVT 完全没有换挡的，一踩就是那个 RPM 上到6000那种不会跌下来的，有没有好像牛叫的声音？对。就是这样。哇，我觉得这辆车，你看我这样子没有把它 push 到里面啊，哇 ，traction 就在闪一下灯，闪一下灯。它闪灯还不会 kick in 的，它闪，你再不 react 它才会的。哦。哇，我觉得很神奇，有没有这样子过弯？哇！刚刚开了一点点 power， 因为刚刚路不平的关系啊。哇，看来今天云顶应该是比较冷的哈。这里就开始起。不过这个Toyota的 CVT 呢，它也算不错一点啦。我们上山的时候，它很肯让你降到 M1 一档，虽然它不是什么真正的 AT 啊，只是一个模拟骑速哦。哇，那个行的有点不习惯哈。你看我换挡，哇，很好听诶，那个声音改 exhaust， 感觉到，我真的好像加了 AT 的感觉。我是喜欢这里富士什么 FJK 啊，富士苏博，这里其实是Nissan March，然后他找回来的时候是Nissan March。哦，他改了的。Alright， 好的，我们Yaris 呢就来到这了。非常感谢 Joseph， 今天 Joseph 跟 Joseph 跑山哦。下车就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时候了哦。这样子。这边，然后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 POV 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冲上云霄再见，拜拜。